4楼、10楼、14楼、18楼不能买，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真正不能买的原来是这4个楼层，很多内行人都知道，但是呢都不愿意告诉你啊。很多人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楼层，非常纠结啊，什么样的楼层不能买，什么样的楼层是黄金楼层必须买。尤其是那种新手小白，包括那种刚需啊，第一次买房嘛，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你包括去问那种置业顾问，去搞那种房产经纪人，他们大多数呢也都不会跟你说实话，因为呢他们的理念就是能卖出去一套是一套，而且呢卖出去那种不好的楼层，有可能佣金或者是提成更高一点，然后开发商给的好处更高一点。那么今天呢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一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到底是哪4个楼层打死都不能买啊！真的是有可能从业10来年的置业顾问都不愿意告诉你，今天呢我就告诉你。对本期视频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转发给身边即将买房的人啊！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那首先第一个不能买的楼层就是顶楼啊，坚决不能买，无论开发商给你优惠多少钱，优惠20万，优惠30万，优惠50万，打个5折都坚决不能买。顶楼为什么不能买了？顶楼呢，你以后住进去之后，不仅呢会有漏雨的一个风险啊，因为那种大家都知道嘛，房子嘛，房龄10年20年之后各种的维修，包括顶楼天天风吹日晒下大雨，很有可能呢就是外面下小雨，你屋里面下大雨。而且呢顶楼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冬天呢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啊。住在那里面呢，你就别想着什么冬暖夏凉了，夏天天天开空调，冬天还要天天开空调，那种电费呢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如果呢你要买那种30层往上的超高层，40-50层的那种超高层，以后那种消防救援出个问题，出个意外都是个大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啊。而且呢万一你那种就像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小区大概有40层左右吧，万一电梯停电，然后呢你到时候要爬楼梯，那估计呢那肯定要哭晕在整个楼道里面。你到时候想点个外卖，你估计跟人家外卖小哥100块钱的小费人家都不会给你送的，因为爬上爬下爬个几十层，这一天基本上都废了。那第二个不能买的楼层就是这个低楼层是不能买的啊。低楼层的缺点应该很多住过的人全部都是知道的，绝对是缺点大于一个优点的。它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有可能是离地面比较近，然后呢不用那种跑去那个坐电梯，或者是不用担心那个停电。但是它的缺点呢确实多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这种1楼低楼层私密性特别差，别人呢基本上路过你家的窗外，是不是都特别喜欢往你的屋里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啊。而且呢像这种低楼层离小区又比较近，然后那种跳广场舞的大妈或者跑步的，一早上起来那种噪音特别的大，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好好的睡眠，好好的休息。而且关键低楼层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潮湿啊，就是有可能屋子里面呢天天就是那种反潮，天天就是那种各种水汽了或者什么，关键就是采光不好嘛，有可能根本一年四季就见不到什么太阳。然后夏天之后呢，那种蚊虫，大虫子小虫子各种蚊子嗡嗡嗡的，真的是让人都睡不好觉啊，真的是苦恼不断。买那种低楼层，买的这种1楼啊，我曾经都买过1楼，然后亏了30万，我马上就把它出手给卖了，然后换了高一点的一个房子。那第3个不能买的楼层就是这个2楼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就是千万不要买。住过2楼的人都有过类似的一个体验或者是类似的一个经历啊。为什么2楼不能买了？因为2楼呢是承载着整栋楼的一个下水管道，就是我们的下水呢是通过2楼这个管道下去了。所以说呢2楼你住进去之后呢有很大反水的一个风险。然后买过房子的人应该都知道啊，反水那个味儿到底有多么恶臭。我估计很多人呢基本上每天闻那个味道就吃不下去饭，那更别说呢长久在里面住个10年20年，那个居住体验真的是太差了。那最后一个就是第4个啊，很多人绝对是想不到的，那就是那个腰线层千万不能买。腰线层整体的一个存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整个的建筑整个的那个楼房嘛，外立面可能看起来好看一点，这也是开发商设计这个腰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实际用处呢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用处，但是呢缺点确实非常的多。因为腰线层呢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采光面嘛，因为整个腰线的一个存在，它就完完全全的影响或者遮挡了你室内的那个采光。而且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你住的那一层因为这个腰线的存在会存在积灰啊，基本上呢你屋子里面一天不打扫呢，那里面全部都是灰尘或者是什么的。以上呢关于这4个不能买到的有楼层，不知道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大家买房的时候都选择了几层呢？是选择了那种高楼层还是低楼层呢？你们觉得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